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聊艺团的5位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洁儿。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自尊、自立、自爱，只来一次的人间，我们要尽兴哦。大家好，我是演员吕云峰，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爱情里面潇洒人生，活出自我，敢爱敢恨。大家好，我是严品红。没有完美的爱情，只有彼此的尊重、包容和责任。大家好，我是律师李书凡。法律无非柴米油盐，生活、爱情也一样。大家好，我是媒体人于波红。人世间真正不能替代的唯有爱情。那今天我们的两组嘉宾在爱情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欢迎大家，欢迎。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谢先生，36岁，来自湖南，乐器老师；吴女士，32岁，来自辽宁，舞蹈老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来这想解决什么问题？他觉得我们俩吵架都是因为我脾气暴，说我在家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我来这儿就是想好好评评理。我平常在家总吵不过他，我这次来希望老师能当我的嘴替，能帮我教育教育他。你对另一半有什么不满？我和婆婆之间有矛盾，她老是向着她妈。我们之间一起办的培训班，她觉得我没什么用，老是拖她后腿。我跟她在一起吃苦这么多年，她对我只有埋怨，没有感激。她和我一吵架总上头就提离婚，而且还总翻旧账，总是内耗我们的感情。妈呀，这媳妇儿脾气不好到刚才用了什么词儿？人神共愤。这什么事情会引起这么多的不愉快？是这样的，我们2020年的时候在广州买了一套50多方的一个一居室，他就跟我说他想让他妈过来，他说他妈想孩子了。因为我们的房子只有50多个方，一居室，其实我们一家3口生活在一起已经很拥挤了。那如果说让他妈再过来的话，我觉得就生活上会有很多的不便利，所以我是不同意的。但是呢，他在我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跟我协商的情况下，他把我们的房子通过中介挂到了网上，然后想换一个2室1厅的房子，理由就是他想把他妈接过来。房子只是挂到网上了，又没开始卖，对吧？再说了，我妈过来是不是可以帮帮我们？你妈那是帮我们吗？因为以前我们是有跟婆婆在一起生活过的，因为我是生完我女儿2个月的时候，然后跟她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南。因为当时我也是刚生产完嘛，可能有一些产后抑郁的倾向。后面我有白天出去上班，婆婆在家带孩子，然后我婆婆就每天都会跟我的女儿说你妈不要你了，你妈就是个没良心的。每天接收她这样的信息以后，然后我女儿真的就每天下班以后回家就不找我了，很抗拒我。那我妈那是开玩笑，因为我妈他们在老家的时候，老人经常会这样去哄孩子。还有一次，我女儿还在吃母乳，我就发烧了，烧到了39度多。但是我婆婆就是怕我吃了药或者是打了针的话会影响我女儿吃母乳嘛，她就不同意我吃药，也不同意我去医院。然后居然她也同意了。后面因为发高烧导致我烧成结膜炎。那我同意是因为本来我妈第一就是为了孩子考虑，第二就是因为我也是从小到大我不会因为发烧感冒，我们就是喝点开水然后捂个被子就行了，所以才是这样。再说了也没想过它会烧成结膜炎这么严重。后面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然后我就跟她带着我女儿来到了广州。我现在我好不容易刚过了几年消停日子，虽然说经济上面比较拮据吧，但是日子过得还算舒心。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把他妈接过来让我又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状态的话，我打死都不肯的。所以如果说他执意还是要他妈过来，那在我这里这道题无解，我只能选择离婚。那怎么就无解了？他就总是这样动不动就是离婚。总说离婚这肯定不好啊，但是你这为啥非要让你妈妈过来呢？知道他们俩很多协商不了的，来看看可以是吧？不行。哎，那你这过分了，人家看看自己儿子，看看自己孙女，这怎么对啊？如果您婆婆到广州来住个1、2天、2、3天，甚至1个礼拜，这有什么呢？她可以把孩子带回去老家给他妈看，我都没有意见。您怎么和婆婆已经有点水火不容了？对，是水火不容的，因为她在我们当中没有起到任何一个好的作用，而且她作为老公，作为儿子，她在中间，她也没有起到一个好的桥梁的作用。
其实让我们公平的说，这个你哺乳期间如果发烧发的不是特别严重哈，确实大家都觉得怕影响哺乳，就尽量不吃药。我觉得这不是恶意的出发。但你后来烧到那么高，他们没带你去看病，确实做的不妥。但我不能觉得他就是完全恶意的吧？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就这2件事儿，也不是啊。然后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可以以一个优异的成绩考一个理想的大学嘛。我可能在学习上面对我女儿的要求是比较严格和苛刻的，他就是希望我女儿可以躺平，因为孩子年纪现在还小嘛，他觉得没有必要给孩子那么大的学业的压力。所以因为我们是自己开店的嘛，然后每天放学之后他就跟我们在店里面混。我女儿自己她想学习写作业，那她就学习写作业。如果她不想学习不想写作业，那就在她那边混一下乐器课，或者在我这边混一下舞蹈课。然后我这边如果舞蹈课下课了，我女儿就打杂帮我打扫一下卫生。她那边需要帮手了，需要一个陪练的了，然后我女儿就要过去当陪练。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长久下来对我女儿是一个很不利的发展。所以呢，我之前也有跟他商量过，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培训班，1个月2000块钱，然后可以有专业的老师，然后辅导孩子写作业，他也不同意啊。我怎么听着你刚才描述那个场景，宝贝女儿一会儿陪陪妈妈，一会儿陪陪爸爸，又打扫卫生，又去做陪练，又学了一些艺术的基本功，又还帮爸爸妈妈做生意，我怎么觉得特好呀？这个场景对孩子的教育模式。可是他现在这么小，我的初衷，我最终我肯定不是希望他去做打杂的一份工作嘛。这怎么是打杂？这帮爸妈呀？他是比较鸡娃的那一种，我是觉得孩子他的出路不是学习这一条路，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可以再学舞蹈啊，有个音乐或者是乐器作为他一辈子的爱好，我是觉得挺好的。你跟大家说实话，你不让我报那2000块钱的培训班，你真的是为了让孩子走艺术这条路吗？然后还有个原因，你在家是怎么跟我说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老家的时候开过一个店，但是当时开店呢有些钱我们是跟亲戚朋友借的，但是后来店也是亏损了，所以有些钱还没有还完，所以我就觉得能省点就是一点吧。所以在他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呢，然后这个培训班我也是没有报的，因为我们周一到周五我们是晚上上课嘛，然后所以我就把我女儿一个人锁在家里面，让她自己在家写作业或者学习，这样也不行。然后他觉得我女儿这样做搞得她像一个留守儿童一样，所以我每天晚上10点钟下班，我下班回到家以后，我又要给她辅导作业、检查作业、辅导学习。那毕竟孩子年纪小嘛，他自制力差，这些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肯定要在这方面，然后对他予以批评和教育。那么这个时候，他又会跟我唱反调了，然后他就会跟我女儿说：“你妈她就是个大专生，你妈她小学的时候数学她还不如你呢。”诸如此类的话，然后来刺激我。这个是因为他当时不是在批评教育了，我是觉得他是在对我女儿的一种情绪上面的宣泄，他一直在喊在咆哮，所以我是心疼我的女儿，所以我才那么去激她，我是为了把火引到我的身上来。你如果不认同我的教育方式，我们私下里面可以聊的，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当着孩子面来说这些话？吴女士，我打断一下，就是您刚才我注意到您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你把孩子锁在家里边，让他自己在那边读功课、看书。哎呦，8岁的孩子哎，你把他自己锁在家里边，有没有考虑万一出现什么意外的状况？这个很严重啊。其实你们2个人很好化解，2个人晚上都当老师，把孩子带在身边，在你们的工作场所做作业就可以了嘛。因为我们是做培训嘛，店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吵吵闹闹的，然后我女儿在前面那里写作业的话，可能她就没有那么的专心了。所以之前也有跟她商量说花2000块钱送去培训班，她又不同意嘛。培训班几点到几点？晚上6点到9点。那你也就是让孩子有一个时间可以有人管而已嘛。对。那他认为花这么多钱不值得嘛，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嘛。对。我就觉得我跟着你吃苦受罪，你在我身上怎么省都可以，你每个月你少还亲戚2000又怎么样？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2000块钱省在我女儿的身上？你不要说省钱了，家里最省的人是我，好不好？然后还有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在店里面抽烟，就是平时他如果在家的话，他怎么抽烟我都不会阻止他的，只是你不要在店里或者是在店门口抽烟，不要让家长看到你在抽烟。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叼个烟卷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嘛，对吧？这个同意，这个完全同意。这个确实是，但是
因为我的2节课中途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可能我还要跟前面那个家长沟通，再加上中途我可能还要去上个厕所，然后呢，偶尔可能我就是出去的时候，我拿烟的这个动作稍微快了一点。你这节课中间你不抽了不行吗？你下节课下课你再抽烟不行吗？他1节课只有50分钟，这不能商量吗？这不能好好说吗？对呀，所以说他就跟我对着干，因为就刚好有一次被家长看到了，然后家长来接学生，他就站在门口抽烟，然后我就过去说他，我说你走远一点，你不要站在这里。不是你是好好说的，还是说就是没有好好说，因为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他强调过很多遍了。然后我看到家长来了，看到他站在那里抽烟的时候，我的火就一下子就上来了。不，那我跟你说啊，你们这是2重罪，一重他抽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2重这老师这情绪控制能力这么差，这不得回头骂我们家孩子呀？哎，她老公，我说的对吗？对，你怎么不反驳？你跟他说呀，怎么我替你反驳？你他不敢呀，我说不过他，我真说不过他。你平时不敢反抗吧？你不敢是吧？我确实是吵不过他，我就希望老师能帮我劝劝他。他刚才想说的事情就是，那天有个家长想让我们来退费，但是他的那个退费理由就是不太符合逻辑，因为他已经上了几节课了，他想让我们把所有的钱全部退给他，而且他不上课的理由还是因为他们搬家了。然后那天呢，他就想让我去跟那个家长说，但是可能当时因为我们吵架了，因为抽烟的事情吵架，他就觉得我是还在气头上，所以我不去说。我当时的理由是觉得，因为我是主要跟孩子上课的老师，然后他是前台和内务的老师，所以我是感觉这个事情他去沟通可能会更合适一点。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因为那天晚上有那个家长来退费嘛，然后我觉得我的脾气是比较直的，如果我直接跟家长这样沟通的话，我可能会跟他发生正面冲突，所以我肯定还是把我们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就想去找他，让他作为这个店的老板，然后出面沟通解决。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啊，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很能吵吗？你把对我的劲儿你拿出来呀，你去跟家长吵啊。”他就这样子。不是，但是当时我说的这些是一些气话，不过我们2个纠结的点是不一样的。他是觉得我在生气，所以我是让他去，但是实际上我说那些是气话，我心里面是觉得他是内务老师，他去调解这个事情会比我更合适，而且他还没开始呢，他就觉得他会和他吵了。哎，你们这个合伙开的这个店啊，是怎么个分工啊？谁负责什么业务啊？都主要上课就是他，然后我是负责前台的和内务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跟家长的沟通对接、上课啊。你看你自己都说出来了吗？家长的沟通对接是你啊，不是我逼你的。对，是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对吧？我是感觉因为这个内务前台这些工作呢，不是说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一件事情，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完全可以雇另外一个人来做。我是觉得他也可以出去找个工作，一是可以丰富他的一些人生经历，二是他也可以添加一些收入嘛。你就直接说老婆你太厉害，咱俩分开干吧，这不就得了吗？你这找那借口，哎呀，绕着圈圈。其实丈夫说的有道理啊。您不是舞蹈老师吗？自己也可以开班呀。对呀，如果我也开舞蹈班的话，我们之前的那个店的面积不够大，涉及到一个我们要换位置，然后他又不同意了，然后我们又是3番2次的这样吵，不过后面他还是妥协了的，然后我们还是换了新的地址。但是换了新的地址之后，就是前期刚起步的时候，我舞蹈这边的学员确实不是很多，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靠他，就是说我们家3/4的经济收入还是在他这里的，这他又是各种的心理不平衡。那他要开舞蹈课的话，也需要搬地方。但是我们这一行又是比较特殊，很多家长选择来我们这里上课，就是因为距离近，很合适。那如果搬的话，肯定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学生的流失。那最后的结果呢，确实也是学生流失了。虽然说后来他也成功的招到了学生，也开始赚钱了，但是前后我们每个月其实赚的钱是差不多的。而且里外里我们再算上班的这个装修费，其实还是亏了。哎呀，行吧，哎，这个妻子，你丈夫还有什么优点吗？你看说的都是他这那，有没有优点？脾气好吧，脾气好到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老是想让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他就是觉得我平时不够浪漫，然后我提供不了给他一些情绪价值。他的情绪迸发的时候，我就要所有的全部都接着，但是你也没有提供情绪价值给我，对吧？哎，这话说得好。对，举个例子，就是之前因为我们户口还都在老家，然后当时想让孩子在广州上学，那我们就需要把户口迁到广州去，所以我当时就通过了一个人才引进的考试。
然后最后通过了。不过这个过程当时确实也是比较辛苦，然后每天熬夜很晚，然后最后通过了考试。我就觉得，那我老婆是不是可以偶尔夸夸我一下，哪怕她必须夸呀，对，就是平静的说一下，老公你辛苦了，也没有说请我去吃个大餐。因为我们两个结婚也已经10年了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的了。如果说你让我像那种温温柔柔的那种小女生一样，然后老公你好棒啊，那我确实说不出来。哎呀，所以你们今天来主要诉求是什么呀？他要来的，他觉得我脾气大嘛，然后他觉得我在家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了。先生，你举个例子吧，这怎么就人神共愤？他脾气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在家是我来做饭，然后有次做完饭之后呢，我就比较着急，就只拿了2个碗到餐桌上面，然后当时放的餐位是我的跟我们家孩子的，然后就没放他的。当时他从卧室出来之后，看到这一幕，然后他就上火了，他就着急就开始跟我吵架。但是我们2个吵架呢，我是不能还嘴的。如果我还嘴的话，我开始跟他反驳，最后的结果肯定就是离婚。哪次你让着我了？哪次不是跟我死杠啊？有时候真的是也是忍不住。哎，这个家里边老公听你的话吗？比如说家务事啊，或者你平常的日常生活，你说东他就打东吗？还是也不听话？他就跟我对着干呢。我家的衣服全部都是我手洗的，然后我家的地每天不管我多晚下班，雷打不动，每天吸尘器吸一遍，我再拖把拖一遍。那我觉得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你是不是应该真爱惜一下？他不，就是刚打扫完，他一定会给我弄脏。然后他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每天晚上洗漱，我们是用的同一个发箍，然后我每次用完发箍以后，我都会放到相同的那个钩子上面挂起来。那如果他先洗漱或者洗澡，他用完发箍以后，我这个发箍永远找不到。连我的女儿都会跟他说：“爸爸，你能不能把发箍放回原来的位置？”哎呀，这妈妈，你能不能再买一个呀？哎呀，你们这点事儿我听得脑袋都大。你们俩其实啊，都是在这种所谓的情绪价值提供上都踩不到对方的点儿上，都拱火，加上这妻子脾气确实也不太好，这火就蹭蹭涨。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你们现在就是夫妻之间的情感互动还有什么体现吗？如果不吵架的情况下，其实还是挺好的。就是他太容易着了，一着了之后就马上就从恋人变成仇人。反正他妈要来的话，那就没有感情了。呵，咱就说他。哎呀，落脚点又是在婆婆身上。主要就是他以前带我女儿的时候，然后跟我女儿说：“你妈是个没良心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婆婆这句话啊，她不是恶意的。2最多3岁是分离焦虑的时候，肯定每次你出门上班，你的孩子都哭得天崩地裂，要死要活的，对吧？这奶奶可能文化程度也不高，就随便开，你妈妈不要啦，不要哭啦。哄孩子的时候，奶奶和你在一起就好了。宝宝不要哭，妈妈不要了哦，奶奶疼你哦，就是哄的话嘛，哄孩子嘛。我们看起来是这个妻子态度咄咄逼人，丈夫和妻子之间有很多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生活问题。那究竟他们这段婚姻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下去？肯定没有到要离婚的地步啊，我们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好吗？看到他们的婚姻，你们有什么想法？我是觉得就是姐姐这种，我觉得就是跟男方的沟通还是少。对，男方一定是对着姐姐，就是他理解的不太清楚，姐姐说什么，他可能就是走到一个误区，然后2个人交流太少了，才导致成这样的。我想跟这位男生说一下，我感觉你全程做的并没有什么错，而且我觉得你老婆事儿确实多了点，你辛苦了。哎呀，你这挑起家庭矛盾的，哎呀，你这挑起家庭矛盾一把好手。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啊。这个女孩没有说出来的话，但是我看出来，就是她觉得自己嫁的有点亏。她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嫁的亏的？从她哺乳期开始觉得自己嫁的亏的。我跟你讲，人永远是对抗不了激素的，所以导致她的想法就是会往不好的方面去想。你在第一时间，不管你妈妈说什么，你不应该以孩子为先，你应该以母体为先。如果没有她，你没有这个孩子。对，所以我觉得你所有的问题，你们俩夫妻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把你的老婆放在一个优先级的位置上。因为她是孩子的妈妈，所以她可以忍受你把孩子放在她前面，但是她不能忍受你把婆婆也放在前面，因为你们家一共就3个女人。别哭了，赶紧擦擦吧。没事没事，没事，宝宝没事。她也疼孩子，她也疼女儿的，但你不要忘了，她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她跟你一起到广州去，她陪你吃着苦，对吧？你们俩一起创业。
你教课，他做运营，我跟你讲，做运营是一个需要很高情商的事情，因为做运营的同时，你们夫妻间他还要管销售的工作，所以他要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压力。他不说，这个女孩性格要强，所以她所有的委屈她不说，她展现出自己很强势的那一面来。但如果你还要认为她很强势的一面是她的错的话，她是真的会转身离开的。她根本就不是在意说当时说什么婆婆说，说我妈妈不要你怎么样。我跟你讲，任何一个妈她都不会相信，她绝对从心里不相信她的女儿会相信说她不要她。他只是觉得说，在你的妈妈这样跟你的女儿说这个事情，并且他已经跟你说这个情况下，你应该就是带着你的闺女，然后你的妈、你的老婆，你们4个人在一起，就跟他妈说：“妈，你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儿。是的，所以你俩真的问题是你妈，不是你妈妈，是你的问题。包括你说你想要让你母亲来广州，你至少说先应该问问她说，你聪明点，跟她说：“老婆，我觉得你好辛苦这些年，说我们要不为了女儿的教育，我们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你哄她嘛，你好跟她说嘛，你要让她觉得你是为她而奋斗的，你是因为你对她的爱，然后你在拼命努力奋斗，而不是只是想把妈妈接过来。那她是什么？她是你们家的牛马吗？女孩也是，就是你也要长嘴，你也不长嘴，你永远把说最难听的话，然后让别人给到你负向的情绪，然后你又一直内耗，内耗是你自己的问题，谁都改变不了你。别哭了，其实我真觉得你们的问题说大一点儿也不大，但是说小呢，其实也不小，因为我认为你们问题不大，是你们没有本质的问题，但是这个不小呢，是因为你们的是性格的问题，你们的问题分开了，你们即便再找到下一个人，会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哪怕你们不找下一个人，你们就单身。在以后等你们女儿长大之后，你们会跟你们女儿会产生一模一样的问题，因为你们的问题是沟通问题，你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学会怎么去沟通。那你们不如从今天监督彼此，学会沟通，学会让步，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你长得这么漂亮，你身材这么好，这么多才多艺，又是一个女强人啊，兼顾事业和爱情，有多少女生能做到像你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如果你的情绪能控制的好一点的话，我相信我大兄弟把你带出去，哇，倍儿有面，对吧？特别有面子啊！你千万以后不要再得理不饶人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啊，我兄弟做的是有一点错了，但他可能只错2分，你千万不要把它说成5分、6分、7分。你以为这样说出来你会爽，其实你爽到了吗？也没有吧，反而你伤害了爱你的人，也伤害了你自己，对吧？说实话，在你俩之间，我们呈现出来的状态，女生好像声音大、咄咄逼人，就是很焦躁的一种状态，不讨人喜欢。那个先生看起来情绪平稳，语言也没有太多攻击性，看起来相对是讨喜的。但实际上，在你们的夫妻关系当中，丈夫做的是不好的，就是在夫妻关系的努力和付出上，你是自私的。在这么婆媳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你还坚持说，我就是得把我妈接来。我宁可不告诉你我要卖房子，我也要把我妈接来，这难道不是自私吗？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你如果说想尽孝，也想把妈妈留在你们身边，你得先安抚你媳妇儿的情绪，先把你媳妇儿和你妈妈的关系处理好，再接来啊，这才是顾全大局。女生，我也给你一些忠告吧，哈，无论你再爱一个人，再愿意为他奔忙你的生活，你就是你，你走错了一步。当初他说你们分开，他来做这个店，你去自己上班的时候，你就应该走，你就不会今天站这儿哭，他会对你更加尊重，会更加对你赞赏，会给你提供你要的情绪价值。你们俩绑在一块儿，又没有能力处理夫妻店的关系，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没有一个人会长期承受另外一个人的高分贝的吵闹，所以如果你不调整你的情绪状态，本来你愿意全力奔赴的、全身心付出的感情，也会一点一点淡下去，也会一点一点出现裂痕。这种裂痕就像那个玻璃上的小细纹一样，一开始是一个小纹，慢慢会越来越多。有一天如果无力承受，它会碎的。所以调整情绪是你一生的功课。最后值得肯定的，我觉得你们小夫妻啊，年纪轻轻，
不颓废，很上进，很努力，爱家、爱孩子、爱老人、爱工作，很棒。首先要给你们自己点个赞的，是很优秀的2个年轻人。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你们开开心心、和和睦睦的过下去的，好吗？一起加油吧！啊！今天2位的最底线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要不要离婚，还要不要在一起共同生活。我们请把我们的现场假设成一个庭审现场，我们5位是法官、合议庭成员。刚才经过了双方的起诉、答辩、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以及庭前庭后的最后几位老师的对你们的调解，现在最后陈述阶段。我先问吴女士，如果我是审判长，我问您，您现在还坚持您的离婚诉求吗？或者说我换一个方式，您同意离婚吗？不同意。既然双方有一方不同意，那么本庭不再调解，双方不予离婚。好，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因为我参加的庭审太多了，但凡一对夫妻闹到庭审的时候，一方在这儿嚎啕大哭也好，悄悄抽泣也好，我没有见过一次男士主动上来递一个纸巾。而刚才我看到了，如果今天是一个庭审现场，如果我是我们的合议庭的审判长，我的个人意见，我不允许你们双方离婚，因为你们双方感情用法律术语来讲没有彻底破裂。好，那接下来呢，你们2个下来休息休息啊，听听我们这对还没走向婚姻的情侣他们的情况。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董先生，28岁，来自山东；职员赵女士，28岁，来自河北，客服。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俩般配吗？他颜值比我高，我内心是有点自卑，我是担心配不上他，但是我就是喜欢帅的。我俩挺般配的，我俩都属于特别天真、特别傻的那种。我们上段感情经历差不多，都被人虐过。你们的感情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是讨好型性格，我对他的付出从来不求回报，我一直迎合他，但他总是不知好歹。他对我们的感情非常自私，他总是束缚我，还对我提好多要求，让我压力特别大。矛盾重重，压力满满啊！这从哪儿讲起啊？谁先讲讲？我来讲，就是从他，我跟你说，他真的很不知好歹的一个男人。就是怎么说呢？他的爷爷奶奶有段时间生病了，
家里为了治病就已经欠了就是一段时间钱了，他还就给他前女友就是买2手的奢侈品啊，项链、手镯、戒指，给他前女友付信用卡，给他付房租。然后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嘛，他不是外面有债吗？然后他就省吃俭用嘛，我就看着很心疼他。他现在在租着一个700块钱的，就是环境也不怎么样，就是交通也不怎么样的房子。然后我就说，父母在张家口给我就是留了一套70万左右的婚房，我说我把这婚房卖了，我们俩在天津购一套那种2手的小公寓，为我们以后的生活有一个保障。到时候本儿写我们俩的名字。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他特别生气，他特别不乐意。我肯定不能接受这件事儿。如果说买房子的钱是咱俩一块努力奋斗挣来的，没问题，写上咱俩名字，算咱俩一块的。哦，你把你爸妈在你老家给你留的婚房卖了，然后给我买房子，写上我的名，不是我成什么了？小白脸儿，吃晚饭的。我愿意把我有的东西我分一半，无偿的分给你。行，你想换谁不乐意？就你。你想帮我是吧？你借我2万块钱，我给打个条，年底之前我还给他，他不借给我，你不借给我呀？你那2万块钱是什么？是你跟你女朋友你们所欠的那个情债，你让我现在去负担这个情债，你觉得你是个男人该干的事儿吗？情债的，那就我自己欠的钱，跟什么前女友没关系啊。那你说到底，你还不是给他买的东西吗？也就是你给前女友买的东西，欠下了2万块钱。现在要问他借钱去还，对不对？我也没记那2万块钱是不是给前女友花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以前欠的债。你男朋友的意思是说，你与其给我买房写我的名儿啊，我承受不起，你不如解决一点实际我的困难。这是他跟前女友的事儿，我觉得我插手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就很冤大头。他那前女友现在还有联系吗？你一口一个前女友，前女友一直都有。还有联系啊？有。他这干了一件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冤种的事儿啊！他以前给前女友买了个电脑，之后电脑坏了之后，前女友就给他发消息说：“哎，我这电脑坏了，你给我修一下吧。”分手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啊，怎么了？就找我帮个忙还不行吗？不是我和于老师也朋友，我电脑坏了肯定不能让他给我修呀。对呀。那电脑是我送给他的，他坏了肯定得我来负责修。我的妈呀，这还沾上了！原来你要负责到底呀！我对朋友一向都是这样的。那是前女友，不是一个普通朋友。他修了吗？这电脑修了。那女的跟他游过来，他自掏腰包给人家修好了。然后这女的就前女友要来天津出差嘛，就给他发消息说我来天津出差了啊，你把我电脑修好了，我得谢谢你，我请你吃个饭吧。然后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说我跟你去。我都想看给他迷这么5迷3道，分手这么多年了还念念不忘呢。不是他俩见面了？见了，我跟着去的。哇，这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饭店门口嘛。我看他前女友过来了，然后我就瞬间就感觉特别生气，我感觉他在欺负我男朋友，把他骗得团团转，我就觉得很难受很难受，我就上去推了这女的。我推他之后了，他就唯一让我觉得干了一点男人的事儿啊，他拦在我的前头，把我们分开了。我觉得这是他唯一一个，就是我现在就是还跟他好好站在这儿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这事儿至少是向着我的。你要跟着去的，你上来推人家干嘛呀？我是心疼你被他骗成那样。你可以回去跟我说，你让我在他面前一点面子都没有，你一点面子没给我留。我回去跟你说了没有？我回去跟你说，我说这个钱，你给他修电脑的钱，包括你以前给他花这钱，你要是舍不下那个脸，我舍去脸，我给打电话，我跟他说把这钱还你，你又怎么说的？你说不合适，你说不行。本来就不合适，那钱那虽然是以前我跟他在一块儿，我给他花的，但那怎么着那是我自愿给他花的，不是说他朝我借钱，现在你替我要债去了，你凭什么管他要？你电脑的钱是不是你掏的？说我吗？我好意思，我怎么不好意思？他之前那个前男友，他俩有一个共同账户，说是俩人一块往里存，全是你存的，你那前男友根本就没往里存过什么钱。完事他那前男友大手大脚的老提里边钱出去买球鞋。他过生日时候，连个生日蛋糕都没给你买吧，对吧？就那种人你都能原谅他，我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前女友呢？对不对？我前男友我删了，你前女友你现在还联系着呢，你对得起我吗？我说了，分手之后我跟他还能做朋友。谁的前女友是的朋友啊？我有自己对待朋友的方式。咱不吵了啊，谁都有谁的理。但是我跟你说啊，姑娘，他带着你去见前女友，你可别觉得他在那儿怎么着，他心里美着呢。俩女人争我一个，你不是在那儿看热闹，看俩女人打起来，你就是这个心态呀，你没别的心态。没有。我跟你讲，前女友能不能做朋友不算太重要。如果你觉得能做朋友，你现任女友也接受，朋友就朋友。你现女友不接受，你还带上她去，不是等着两人打架，你在旁边看热闹吗？这是什么心态呀？这是。然后我俩已经处了有1年多左右了，他说带我回家见他父母，然后他也跟我说过他母亲有腰伤。
我觉得我第一次上门，我带着一点礼品，我带着护腰的东西，我上门去了。就是我们从进门的见面吃饭都还可以，就快吃完饭的时候，他母亲跟我说什么：“姑娘，你在家做家务吗？”我就当时一下懵了，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这体重啊，我太胖了，给他母亲一种就是那种误解，是我不做家务，我不运动，才导致我现在这个体型。但是我是因为就是跟前男友就是以前就是分手，然后就有受点小刺激嘛，有点小抑郁，吃了一段时间激素药，他催胖的。然后我就跟他母亲这么解释了，我说阿姨，到时候大家一起共同承担吧。那不挺好了吗？你做的是啊，但是这事儿看旁边看我跟他母亲这么说，一句话不说。他能说啥呢？那个情况下，至少站起来说一句啊！你别在这撒谎，你当时给我妈甩脸子了，你摔门走了。我那是因为甩脸子，是因为这个事儿吗？我甩脸子是因为礼金的事儿。我跟你说没说过，河北上门有礼金，就是去他家之前我就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怎么说呢？他当时一知道，他说他会跟他母亲说。我确实跟我妈说了呀，没准是我妈忘了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没提这事儿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见面第一面给你包个红包，对，我们那边是有见面的一个习俗，就是见面一定有个红包，就是哪怕多少，你是份心，就是我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这小伙子的母亲没给你？没有，从我来到走就没有给我，然后我就很生气嘛，我就上门走了。如果长辈没给你们，确实有这样的风俗哈，我觉得你心里不舒服能理解，但是摔门走绝对不对。你以后还和不和你未来婆婆处？对，这倒是。你可真行、啊！你当时一点，我现在是觉得一点没给我妈留台阶，你让我怎么跟她交代？以后咱俩真的结了婚，我不是不给你妈留交代，是你就没给我交代。不吵！哎，为啥你妈妈没给他礼金啊？那兴许就是忘了。你没问呀？不是你这对他也不问。你这未来的媳妇儿摔了门走，你妈不问为啥？你不给你妈解释啊？不是，他都那样对我妈了，我敢跟我妈说什么呀？你妈妈很开心，她就是让你们两个人分开。这样的事情都会忘，怎么可能呢？这个事儿之后呢？后来就是我们俩商议结婚的事儿吗？我当时跟他说的是，我说我就是车房彩礼我都不要，但是我们就是北方有个习俗，就是结婚得有3金。他跟他妈说这事儿之后，我不知道他妈妈从哪儿知道啊，说深圳黄金便宜，然后就意思想让我跟他去那儿买。我就跟我父母说了，我说那个男方家长的意思就是我们去深圳一趟，我父母不同意。我父母的意思是什么？你就当地买，你至少有什么出了问题，你能找着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就当地买呗。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事儿我不管，你去跟我妈谈。你要求在那什么专柜买的，当然是你去跟我妈谈啊。我跟你妈见了几面，我去跟你妈谈。你说要3金，我说不买了吗？我妈说不买了吗？他确实听人家说人深圳那边便宜，都是一样的东西，少花点钱不行。他说错了吗？我爸妈有错吗？你本地的话出什么问题，你是不是稍后好找？你深圳那边有谁啊？你有熟人吗？咱们先别说买3金的事儿了，你俩先说说感情的事儿吧。这天天吵成这样，这3金不重要，重要的先把你们感情捋顺，是吧？你把他妈都得罪了，他妈还同意给你买3金，我都觉得这妈还可以啊。哎，你妈认可这个姑娘吗？反正也没说要求我俩分手嘛，就是说先再处看呗。潜意识当中看看再说吧。我是有时候觉得他真的一点儿都不靠谱。他那段时间在看什么鉴宝直播，不知道谁跟他说啊，说是你去摆这个摊儿，你也能日入多少，月入多少。他就去了，他请了假，好好的班不上，请假请了1周去摆这个摊儿，然后1周啊，时间也浪费了，钱也浪费了，一件都没卖出去，现在挂咸鱼上呢。现在没卖出去不代表以后卖不出去。再说了，我也是为了咱们以后着想，我想多一份收入的话，咱们能改善生活。还有你是不是那块料你自己没数吗？你就是一天到晚说我不是这块料，不是那块料的，我就想干成点东西，我让你看看，我想证明一下我的能力。你每次都总是这样，你总是这样，包括你那同事小胖不也一样吗？给你招安保的工作啊，你跟着去了，你假也请了，最后呢，你找了12个安保之后，小胖跑了，那个12个安保把他围住，让他结工资。15000块钱没给我打电话，跟他朋友打了这条欠的。你那时候有问过我吗？你有没有说打电话给我女朋友这事儿？我跟女朋友说一下，我都不用你打一个欠条。这么点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吗？我非得什么都经过你批准我才能干。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问你。都我付出多少，你都觉得我在受过，你都觉得我在管你是吗？你在旁边真的，我们都觉得特像妈数落儿子。我是想把我力所能及，我能干的事儿，我能给他，我全都给他。那你得问他要不要呀？从法律上来讲啊，赠与得需要赠与人同意，对，这个法律行为才能实现。他不要啊！对，你想掏心掏肺，对，结果他狼心狗肺，你怎么办呢？对，于老师说送我一辆车，但我不同意，那这个行为是不发生的，不能发生的。对啊，对吧？你爱他，得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爱呀？你还做了什么很爱他的事儿，他不接受的事儿吗？
就我觉得啊，他跟我上班不是距离很远吗？就是我每天都要开车上下班接送他，然后我觉得很麻烦，我就想着我说辞掉我现在的工作，我去他的那个所在的工作的地儿附近找一个，最后找跟他一个楼的工作，然后工资呢还比以前那个工资还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就这样，我就是跟他一起上下班，不到2个月，他跳槽辞职了。我就是觉得我一大男人，天天让你接来接去的，我面子上过不去。那不是很有面子吗？这太有面子一件事了，怎么会过不去啊？对呀，男生都感觉有面子啊。对啊，女朋友你看每天接送我。哎呀，你们还是模式没有调整到一个彼此契合的方式。还有啥吗？就是他最近就很努力啊，他最近很上进，在考那个会计师跟经济师证。好事儿。我就看他天天那么学，他不会很累吗？我就说我有一个学中医的老同学，我跟他学艾灸，学推拿，我给他整一整，这让他舒服一点儿。然后他不乐意，他不相信我，他动都不让我动他。不是你又不是专业干那个的，你刚跟人家学几天了？就上回他非得说给我推个拿，行你推吧，摁完了我那肩膀头子我疼了好几天。你就是永远这样，你从来不相信我，上赶着对你好，你觉得我在付出，你前男友你本来就谁都比我重要，你旁人都比我重要，那我算什么？我排第几？哎，姑娘，你这上赶着明显人家就拒绝。就不接纳，你怎么还老上赶着又要给买房，又要给还债，还要给按摩？你这还为了他辞职，人家不需要呀，你为什么一直去你个热脸贴他冷屁股，这贴的有意思吗？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留下，我真的很喜欢的，我想为我们俩以后做准备，但是我这边我做什么我都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跟答应，他永远都这样。爱到这么疯狂了呢？哎，这于老师用这个词儿挺对的，这爱到这么疯狂哈。你看他已经摆手了，干嘛呢？他一天到晚的吧，他在我这儿，他事儿太多，他总是喜欢跟别人比。今天呢，提我前女友，我跟你前女友，你更爱谁啊？明天呢，又说我朋友啊，我妈，让我在他跟我妈之间做什么选择？你这让我怎么选择？我告诉你，我的母亲在我心中那肯定是第一位的，没有人能替代我妈的位置啊。这个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我不是感觉到你爱我吗？我感觉到你一点都不爱我。我肯定是爱他的，但是我接受不了他现在对我的这种相处方式，天天压得我喘不过来气，我感觉。那行，咱好好说。如果你们都是坦诚的说，还是爱着彼此，咱说个1、2、3，需求是什么？看能不能往中间凑一凑，好吧？这女生的需求我们听懂了，她就希望把你拴在身上，是吧？她有的都给你，你不接受，那你要什么？说一下。我现在今天站到这儿，我就想告诉你，我心里不是不在乎你，我一直都很爱你，但是。你看到的我的那些，缺点，你管它叫缺点，那就是真正的我会一直那样下去。如果你不能接受，如果你不肯为了咱俩之间这1年多的感情做出改变，那我告诉你，我也累了。你们能帮他们吗？有什么建议吗？姐妹，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他就是个渣男，放下吧。其实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感觉其实这个男孩他表面上感觉他很困扰，但是我觉得是一种甜蜜的困扰。你的女朋友非常爱你，然后你现在是比较要面子，其实你很有男人的骨气，但是你自己把这个骨气的这个牌匾立得太高了，可以放一放。你俩不是失恋群里认识的吗？我告诉你，失恋群里再逮一个别人，你也爱他。你并不是说这个男生有多特别，我不觉得，你就是你自己的满腔爱意，因为前一个人你失恋了，那个人不接受，你现在想找一个人来装下你的满腔爱意，你想要给他10分的好，换他对你1分的好。你现在还有钱，你还有时间，你还年轻。我说你有时间你去减肥，不出3个月，你让他配不上你，你这哭哭啼啼的干啥？我跟你讲，你哭哭啼啼的，在场的所有女性心疼你。你爸妈心疼你，他不会心疼你的。哎，我现在还是很爱你，但是前面说什么都不重要，注意转折，就但是后面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前任，你不是他的对手，我知道。对方什么都不付出，对方只要楚楚可怜的跟他求救，他没钱也要给啊，贷款都要去让自己的前女友过得好呀。这什么嘞？我跟你说，你要是现在跟他结婚，未来我跟你说。他可能还冒出个前女友2号、3号、4号，都是他以前爱而不得的人，你怎么办？我没办法。我跟你说，咱争气一回好吗？跟他说拜拜，因为你不甩他，他一定甩你。那么这位男士永远是开局一张嘴说啊，我爱你，我很爱你，我很在意你，行动上真的没看见，可能在你的前任那有，但是在这个女孩上我没看见。不要再画饼了。
我觉得你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看来是你给他画饼，你跟他说有一天我会努力，我会好，有一天我会怎么样，有一天我们会怎么样，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你要对自己负责任，而且你要跟这个女孩道歉，你一直在给她画饼，为什么要去伤害一个这么善良的女孩子呢？我希望你能真的闭上眼睛问问自己的内心，你爱这个女孩子吗？你是真的爱她跟她在一起的，还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你刚失恋，你急需要一个合适的人帮你走出失恋的痛苦而选择跟他在一起的？如果是出于后者或者其他的那个原因不爱他，我希望你能提前告诉他，你别伤害了一个这么喜欢你的一个女孩。其实对于女生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没有谁离开谁就真的就是活不了的。我觉得你很优秀，你离开了他你一样能活，你唯一需要改变的就是你的脾气嘛，一样的。其实刚刚在台上你咄咄逼人这么长时间，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一点受不了了。以后即便不是跟他，跟其他人你也会有一样的问题。曾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感觉像跟你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今天我就是离开了这个男的，我就是活不了了。我苦口婆心跟他说了3天，道理都懂，什么他都能听进去，但就是离开了，就是活不了了。最后真没招了，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是下策。如果你真没招了，你这样做也行，你就赖在他身边，你就跟他谈恋爱，你就继续讨好他，但是你要做一个潇洒讨好型人格，你不能求回报。我就是要对你好，千金难买愿意，直到有一天我爱不动了，我自己就走了。我跟老师们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俩谁也不爱谁。对，我没有觉得这个女生有多爱这个男生。你在我听来就像是一个狩猎者，我看到一个猎物，我确实喜欢他，他长得漂亮，他能力没那么强，我想占有。我占有他的方法是用我擅长的方法。你有啥能力呀？你父母给你的婚房多了不起啊！你问过你父母吗？愿意让你没结婚就把这房子过户给一男孩吗？你爱他拿出点真本事啊！自己挣来钱。而且你用这种方式，他为什么不要啊？在这点上，我觉得人家还是算个小爷们儿的。我不占你的便宜，我还没占你便宜呢，你就天天要死要活绑架我，说你多么爱我，我不知好歹。他敢要你这个吗？我从这点我认为你也不是爱他，你只是觉得他身上有软肋，他钱不够多，你拿这个软肋在裹挟他的感情，对吧？结婚我啥都不要，我还倒贴，你说吧，你要不爱我，你得是多么的不知好歹呀，我得是多么的楚楚可怜呀，我真心付出，我一腔热忱，我全心投入，你不对，你不好，是你错了。用这种方式怎么能称上是爱呢？你其实没有认真的去判断你爱不爱他，其实他有啥值得你爱的，对你也不好，有啥好爱的呀，是吧？你也是错误的认知，你跳出这段关系，真正的去看一下，你在乎他的是什么，你又能为这个人自己付出多少对等的，而不是绑架对方的感情。你再说你爱不爱他呀？别哭哭啼啼的，有啥意思吗？你自我感动，人家都不为你感动，你感动啥呀？人家啥都不要，你给的都不要，别自我感动，别扮演悲情人生，别指望自己能遇到一个比自己弱的人，你像妈一样爱他，他就能爱上你。他是个男人，他不是儿子。如果你们有了真正相对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才能碰到能够携手在一起的人。二位调整认知吧。好不好？先别说谈恋爱的事儿了，调整好自我的认知，才能拥有另一半。我个人认为，你们爱的不是彼此，你们两位可能分别爱的是自己，爱的是自己的为某一个对象付出的那个悲壮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剧性人物。然后我先从这个姑娘这儿，您的父母他一定是爱您的。那如果父母在任何一个方面无条件的给予您，不考虑您的感受，是不是您也会觉得窒息呀？会。对。所以说，就是您从您自己的角度，您认为无条件的付出给了这位兄弟，然后您就觉得为自己的悲壮感所感动，其实的核心是您爱的是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说这个兄弟人啊，就是你看啊，带着现女友见前女友，还任由现女友和前女友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个事儿兄弟咱们做的不敢苟同。我相信这个观点您现在扪心自问。然后刚才严老师说的也非常对啊，就是您对前女友现在又有笔记本电脑让您修，您又付出，您又给他这个掏钱，其实您爱的是自己的一味的付出，
其实人很容易为自己的一个悲壮性行为所感动的。我今天对2位的观点是，不妨客观冷静地考虑一下，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交往。你们2个人同病相怜走在一起，这个男人并不是因为爱，而是有一些同感，有一些同情。他不是因为爱而需要，是因为需要而爱。他需要去疗伤，你出现了，他暂时的依附在你身边了。你的心在哪里？在前女友那里。他把你甩了，你一直耿耿于怀。如果前女友她回心转意，你会不会投怀送抱？是还是不是？你说会不会？你可以保持沉默，你当然会回去，那里是你的归宿啊。为这样的男人疯狂值得吗？我为什么说他不像个男人？不爱就是不爱，大声说出来呗，大声说不好意思，小声说呗。你都不愿意，埋下2个伏笔，先推到自己的父母身上，说妈妈是第一位的，妈妈的话我一定是听的，你这就是一个伏笔嘛。万一不行，怕他走极端，由你妈妈来说嘛，你们2个人不合适，不要在一起。你为什么不敢说嘛？我们做男人的敢爱敢恨，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就说出来嘛。如果你说出来，你在他的心目当中还有一点位置，哪怕分手了，否则他一辈子看不起你。咱也不哭了啊，想想以后的这个你们俩的关系何去何从啊，冷静一下哈。我们也请我们第1组嘉宾啊，你们4位都回到正门之后，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来，请回。老师们觉得我们第1组这个夫妻肯定出来是吧？出来吧，肯定出来，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关键是看看他们出来之后是不是状态能调整一下哈。来，请开门。欢迎，哎，手拉手。哎，这个手拉手多好。不穿带跟的鞋，穿了也没有。你们俩很和谐，就身高高低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爱的心平等就好。对，我觉得5位老师都说的很对，有些事情确实是我可能没有考虑到，然后没有想好，而且他也说了，我们2个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然后以后大家好好商量，好好解决就好了。妻子又还委委屈屈呢，这老公多好呀！哎，你看你笑得多漂亮。是，就是还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吧，然后希望以后。你这话说的又不好听，也给自己一次机会。你们俩彼此在一起就都是机会嘛。对，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然后以后有什么事情，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多多沟通啊，有话好好说。那先好好抱一个吧，我们一起见证一下他们的幸福。哎呀，多幸福啊！太棒了，一起为生活加油！好，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好，再见。那这一对呢？他们会出来吗？那肯定不出来了呀！出来，对，你把门给他封上，我要。真的，我希望别出来。就我们的心愿是他不出来，但实际上他们2个会出来吗？不会出来，不会。这个女生，我很欣慰的是，通过我们5位说了以后，她放下了自己，这很重要。对。那希望他们能听懂我们的建议，别出来了哈。来看看结局哈，请开门。这如果出来的话，我把女生拉走。真的，哎呀，没有。这是没有了啊，好事儿啊！说明他们也听懂了我们说的，也对自我的情感的认知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解读啊。这个爱情其实总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没错。但是长久的爱情都是可以去调教校正的，会越来越好。那不恰当的爱情，其实分开也罢，我们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抖音直播间网友心情提问：和老公结婚10年了，老公曾写下保证书说，一旦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以后就净身出户。现在老公出轨，他要和老公离婚，请问之前写的保证书有法律效应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也很有普遍性。话分两面讲。好，如果你们两位互相都认可，而且同意去协议离婚，那么没问题啊。通过离婚冷静期协议之后离婚，这份协议就是有效，可以净身出户。但是如果老公反悔了，到时候闹到了法院要打官司，那就很遗憾，这份保证书关于净身出户是没有效力的。是不是很出乎您意料？我先把法条给到您。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1第69条，因为比较晦涩，我们就不念法条了，说能大家听得懂的话，也就是说，很遗憾，这份净身出户约定无效。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离婚是公民的自由，不能辅以任何的条件。听到这里您也别灰心，也别丧气。我告诉您，虽然不能让老公净身出户，但是如果协议里边能体现老公曾经有过出轨，有过和他人同居、和他人重婚的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2个字，有过错。过错会怎么样呢？将来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对他不分，或者是少分。那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今天节目，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们的辛苦工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